大家好，这里是猿猫说，咱们一起看看世界的变化，来聊我的生活。最近南华早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叫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加剧石油冲击恐慌，唤醒1970年代的滞胀记忆。文章回顾了历史上的2次石油冲击，70年代的这2次石油危机都导致了油价暴涨，全球陷入高通胀、经济停滞加高失业的滞胀格局，股市、债市双杀，黄金成为避险资产，美国靠大幅加息才驯服通胀，而法国、日本则通过核电、节能等转型实现了突围，并催生了国际能源署与战略石油储备这2个体系。今天我们也借着南华早报的这篇文章，聊一个真的能牵动全球每一个人的钱包，甚至影响未来好几年经济走向的大事。霍尔木兹海峡最近的局势已经导致油价猛涨，1970年代那种可怕的滞涨会不会再来一遍？很多人可能一听滞胀、石油危机、宏观经济就觉得离自己很远，但其实这东西还真不是经济学家才关心的玄学，它直接关系到我们自己。加一箱油会贵多少？超市的菜价涨不涨？工资跑不跑得赢通胀？工作好不好找？股市是涨是跌？甚至手里的钱还到底值不值钱？霍尔木兹海峡被称为全球的能源心脏瓣膜，就在波斯湾出口，一边是伊朗，一边是阿曼巴纳。对整个波斯湾沿岸的国家沙特、伊拉克、伊朗、科威特、阿联酋来说，这几乎所有顶级产油国的油轮想出海进入印度洋，再到亚洲、欧洲、北美，绝大多数都必须走霍尔木兹海峡。全球每天交易的石油里，差不多 20% 从这里通过，全球1/3的液化天然气也要走这条水道。换句话说，如果这条海峡一堵，全球的能源供应链直接心梗。心梗这个词用的一点不夸张。最近美伊冲突持续升级，航运受阻，国际油价直接跳涨。在这样的局势下，市场上已经有了一种声音，历史怕不是要重演了。这里所说的历史，就是20世纪最痛苦的一段经济记忆，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党执政。当然，同样的年代，中国大陆可能感受不一样，也没有这个记忆。虽然当时大陆的日子也不好过，不过跟这个关系可能不大。当年还处于封闭状态的大陆，能源对外依赖度极低，外汇储备极少，几乎不存在侨汇，完全脱离于这个体系。但是1973年，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经历了一次恐怖的断油危机。1973年，导火索是赎罪日战争，也叫第4次中东战争。埃及、叙利亚对着以色列开打，美国明确站在以色列这边，给武器、给情报、给支持。作为回应，阿拉伯国家决定放大招，因为他们手里握着当时真正的核武石油。于是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宣布对美国以及所有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同时减产提价，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全球石油供应每天直接少掉400万到500万桶。这个数字在今天看起来好像不太大，但是在当年这也相当于全球总产量的 10%。 在一个完全依赖石油、没有任何替代能源、没有战略储备体系的时代，10%的供应缺口足以让整个西方世界瘫痪，油价直接翻了近2番，1000几美元一桶，瞬间就涨到了10几美元。放在今天，我们可能觉得10几美元很便宜啊，可是在当年这是断崖式的暴涨。还没有页岩油革命的美国，立刻出现了燃油短缺，加油站大排队，车龙能排几公里，政府没有办法，只能出台了极端的措施，车牌单号单日加油，双号双日加油，甚至有些地方直接限制加油量，有钱都加不到。飞机航班减少，工厂停工，物流瘫痪，老百姓冬天取暖都成了问题。整个西方世界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命脉都被别人捏在手里。这还只是开始，真正恐怖的是它引发的经济慢性病滞胀。第一次石油危机刚过去没有几年，世界还没有喘匀气。第二次石油危机又来了，时间是1979到1980年，而这次的导火索正是至今仍有影响的伊朗伊斯兰革命。
伊朗原本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也是超级产油国。结果革命一爆发，伊朗整个社会都乱了套，石油产量直接断崖式的下跌。紧接着两伊战争爆发，伊朗和伊拉克开打，波斯湾地区直接变成了战区，油轮被炸，港口被封，石油运输线彻底乱掉。石油供应收缩的规模和第一次差不多，油价再一次翻倍暴涨。如果说第一次危机是突然被打了一拳，第二次危机就是旧上没好又挨一闷棍，西方经济也彻底扛不住了，而时代的主角也正式登场。很多人只知道油价涨，但不知道油价涨背后那个叫滞胀的东西到底有多恐怖。用最通俗的话来解释，滞胀就是经济停滞加通货膨胀加高失业三样一起发作。因为正常情况下，经济好的时候通胀会高一点，物价涨得高一点，但是就业形势也会一路向好，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经济差，就业会低迷，同时通胀会在较低水平甚至通缩，但是物价会涨得很慢甚至不涨。然而滞胀则是来了一个最差组合，经济不增长甚至衰退，但是物价疯狂涨，工作还找不到。当年的数据就是这样的，美国的通胀率1974年突破了 12%，1980年冲到了接近 15%， 但是工资基本没涨，物价一年涨了 15%， 手里的钱凭空少掉了一小半的购买力。更惨的是投资，我们总说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股票配一点，债券配一点，但是在滞胀面前，所有的传统投资一起跌。标普500在1973年到1974年那轮熊市里暴跌超过 40%， 债券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因为利率暴涨，债券价格直接崩盘。所以不管是买股票还是买债券，全都亏。最后只有黄金在涨，黄金在那10几年里走出了10世纪的大牛市，成为真正的乱世硬通货。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霍尔木兹海峡一出事，资金第一时间就冲进了黄金和原油，因为历史的记忆太惨痛。那么当年是怎么走出滞胀的呢？代价其实极其惨烈。面对这种10世纪的通胀，美国政府一开始的操作也是手忙脚乱，他们实行价格管制、燃油配给、行政干预，结果就是越管越缺，越缺越涨，越涨越乱。而这把通胀按住的人是保罗·沃尔克，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他干了一件狠事，直接把利率拉到接近 20%。这是多么恐怖的数字。 20% 的利率是什么概念？就是你去贷款买房买车开工厂，利息高到根本不敢借，企业不敢投资，消费被摁死，经济直接进入了衰退。用他的逻辑就是宁可承受一场短期的剧痛衰退，也要彻底打死通胀的螺旋。结果确实也成了，通胀被按住了，美元信用稳住了，但代价是大量的企业倒闭，失业率飙升，无数家庭破产。这一段历史也给了人们一个非常冷酷的教训，想要治通胀，没有无痛方案。除了美联储的狠招，其他国家也被逼搞了一些结构性的大转型。比如法国，因为极度缺油，就疯狂的开始搞核电，核电在电力结构的占比从个位数一路干到了 70% 左右，直到今天，法国的核电依然是全球标杆。再比如日本，也是因为资源的极度匮乏，油价一涨直接重伤，日本干脆全面转向了节能高效、高附加值的制造业，省油汽车、精密仪器、电子产品从此横扫全球。国际层面也留下了重要的遗产，建立了 IEA 国际能源署，建立了全球战略石油储备体系，目的就是下次再被石油卡脖子，至少还能扛一阵子。可以说1970年代的2次石油危机彻底改写了全球经济的格局，终结了二战后西方几十年的黄金增长期。那么讲完了这段历史，我们也该回到现在的问题。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出事，真的会重演1970年代的大滞胀吗？答案是有非常相似的恐慌，但并不完全一样。现在有缓冲，但也有了新的脆弱点。先说好消息，我们这一次其实比1970年代要有更多的安全网。第一个缓冲就是能源效率的大幅提升。
南华早报的这篇文章里给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数据，从1970年代到现在，全球单位 GDP 的能源消耗下降了将近 60%。 简单的说，以前创造1块钱的 GDP 要烧很多油，现在同样是1块钱的 GDP 则省油省了很多。油价同样是涨了1倍，但对今天的经济的杀伤力比当年就要小很多。第二张安全网则是战略石油储备加替代能源。 IEA 的战略石油储备体系现在是真的用得上了。面对海峡的短期封锁，各个国家多少都有点战略储备油可以拿出来稳住市场。另外，电动车、太阳能、风电、核电渗透率也已经很高，虽然还不能完全的替代石油，但是也已经不再是当年那种离了石油就立刻会死的状态。听起来好像好了很多，但是别急，坏消息也同样明显，新的脆弱点比当年更隐蔽。首先，石化产业、农业依然的高度依赖中东石油，化肥、塑料、化纤，整条产业链都卡在这里。一旦长期断供，化肥价格暴涨，然后就是全球的粮食价格会跟着涨，石油涨价会导致化肥涨价，再导致粮食涨价，最后导致全球的通胀更上一层楼。这是一条非常清晰也非常可怕的传导链。其次，现在全球的债务水平比1970年代高太多，当年敢把利率拉到 20%， 那今天谁还敢这么做呢？全球的政府、企业、家庭都负债累累，利率一旦飙升，直接会暴雷一片。也就是说，各国央行的工具箱都比当年载得多。所以综合来看，短期不一定会爆发全面的石油危机，但是高油价、高通胀、经济弱的滞胀压力已经在路上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未来一段时间物价上涨的压力肯定会很大，股市大概率会震荡，很难再出现全面的大牛市。黄金、能源、公用事业、刚需消费，这些会比高估值的成长股更稳。霍尔木兹海峡从来都不是一条水道，它是全球秩序的一个压力测试点。每一次这里出事，都是在提醒世界，我们依然活在一个能源高度依赖、中东脆弱且充满博弈的时代。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是一代人的痛苦回忆，但今天我们可不能再简单重复那段历史。看懂历史，不是为了恐慌，而是为了提前做好准备，管好自己的现金流，控制负债，不要盲目的加杠杆，配置一点抗通胀的资产，守住工作和收入。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宏观世界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可以让自己更抗跌、更抗皱、更稳一点。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有所收获，欢迎点赞、转发和订阅我们的频道。